2026年5月，一家公司的市值冲上了5兆美元，成为人类史上最值钱的企业。但奇怪的是，这家公司没有任何一座属于自己的晶圆厂。它不买昂贵的曝光机，不盖无尘室，不碰一片细晶圆。它做的只有一件事：设计，然后把设计图交给台积电。这家公司名字叫做辉达。他怎么会在一场他不亲手制造的革命里坐上王座？答案藏在3次豪赌里。第一次，他赌一颗专门画图的晶片能撑起一个产业。第二次，他花了整整6年做一个当时根本没有客户想要的东西。第三次，一场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的革命，突然证明了他是对的。每一次下注，华尔街都摇头；每一次，黄仁勋都选择全押。这支影片，我们用3次豪赌带你走完辉达的30年，从一家差点倒闭的小公司，到今天整个 AI 时代的引擎。这里是财经无界，财经长片。1993年，美国加州圣荷西一家叫 Denny's 的连锁餐厅里，3个工程师坐了下来。那一年，黄仁勋30岁，还有克里斯马拉克夫斯基跟柯蒂斯普里姆。他们在餐桌上决定创一家公司，名字叫辉达。那时候的个人电脑画面粗糙卡顿，他们相信未来的电脑会需要一颗专门处理图形的晶片。但创业的头几年几乎是一场灾难。辉达的第一款晶片叫 NV1， 它技术很新，却压错了方向。当整个游戏产业都决定用三角形来建构 3D 画面时， NV1 偏偏走了另一条路，结果没有游戏厂商愿意采用。1996年底，辉达的现金即将见底，离破产只剩几个月。黄仁勋被迫把员工从100人裁到剩40人。公司最后能活下来，靠的是日本世嘉的一笔500万美元投资，勉强撑到下一款晶片问世。这场濒死的经验没有击垮辉达，反而淬炼出他日后最重要的性格，愿意为一个还看不见的未来下重注。伤过破产边缘的辉达开始翻身。1999年，他推出了一颗叫 GeForce H56 的晶片，并且替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名词 GPU 图形处理器。这就是辉达的第一次豪赌。在那之前，电脑的运算几乎全靠中央处理器，也就是 CPU。CPU 很聪明，但它的设计是少数几颗强大的核心，一件一件按顺序处理任务。辉达赌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路。画图这件事本质上是大量重复可以同时做的计算，萤幕上几百万个像素，每一个都要算颜色、算光影。所以 GPU 不要少数的大核心，它要的是成千上万个小核心全部一起动工。这个平行运算的设计，让 GeForce 把 3D 游戏的画面推进了一整个世代。辉达赌赢了。整个2000年代，它靠着游戏显示卡成为游戏玩家心中的王者。但此时的辉达在华尔街眼里仍然只是一家卖绘图卡的公司。没有人想到，那个成千上万个小核心一起算的设计里，藏着一颗将会改变世界的种子。2006年，辉达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几乎不理性的事。他推出了一套叫 CUDA 的软体平台。CUDA 的目的是把原本只会画图的 GPU 打开，让全世界的工程师、科学家可以用它那成千上万个核心去算任何东西。这就是辉达的第二次豪赌，而且是3次里最孤独的一次。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根本没有客户开口要这个东西。游戏玩家不需要CUDA，辉达却决定把它放进每一颗出货的晶片里，还投入大量的研发与成本，去培养一群根本还不存在的开发者。华尔街看不懂，他们质疑，一把钱烧在一个没有市场的功能上，毛利被拖累，股价被硕罚。而这样的质疑持续的不是1年、2年，是整整6年。黄仁勋的回答始终如一：我们不是为今天的需求做准备，我们是为还不存在的需求做准备。他不知道那个需求会是什么，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他只是赌。当他出现的那一天，全世界只有辉达准备好了。那一天在2012年到来。那一年，多伦多大学的3位研究者杰弗瑞·辛顿、伊利亚·苏兹克维，还有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带着一个叫 AlexNet 的深度神经网络，参加了一场影像辨识竞赛 ImageNet。结果，
震惊了整个学术界。AlexNet 的辨识准确率远远甩开了所有对手，而他训练的关键不是什么超级电脑，是2张辉达的游戏显示卡。这是辉达的第3次豪赌，但更精确的说，它是前一次豪赌迟到了6年的回报。AlexNet 证明了一件事：训练人工智慧需要的正是大量、重复、可以同时做的计算。这恰恰就是 GPU 与 CUDA 最擅长的事。深度学习革命就此引爆，那套曾被华尔街嘲笑、被辉达默默补贴了6年的 CUDA， 一夕之间变成了全世界 AI 研究最不可或缺的基础。辉达没有改变方向，是世界终于走到了辉达早就站好的那个位置。AI 革命引爆之后，辉达的身份彻底变了，它不再只是一家绘图卡公司，而是 AI 时代的算力供应商。今天，全世界的科技巨头为了训练更强的人工智慧模型，疯狂抢购辉达的资料中心晶片，从 H100 到 Blackwell， 再到最新的 Rubin 世代。数字会说话。2026年第一季，辉达单季营收超过800亿美元，其中光是资料中心业务就超过750亿，远远超过了他起家的游戏本业。但真正让对手追不上的，不是晶片本身，是辉达的护城河。第一道墙是 CUDA， 经过20年的累积，全世界有超过600万名开发者，他们的程式、工具、习惯全都长在 CUDA 上。就算对手做出一样快的晶片，要工程师整批搬家几乎不可能。第二道墙是辉达在2019年用约69亿美元买下的网络公司 Mellanox， 让它不只卖单颗晶片，而是卖整座 AI 工厂。晶片、软体、网络3道墙叠起来，就是辉达能维持70%以上毛利，别人却挤不进来的真正原因。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事实，常常被忽略。辉达虽然坐上了 AI 的王座，他自己却一颗晶片都不生产。还记得影片开头那个矛盾吗？一家没有工厂的公司。辉达做的是设计，这种模式叫做无厂半导体。而把它的设计图变成一颗颗真实晶片的，是我们前2集的主角台积电。这就是2家公司的共生。辉达画出全世界最复杂的 AI 晶片蓝图，台积电用最先进的制程把它造出来。少了任何一方， AI 革命都会停摆。而这条供应链上最紧的瓶颈，现在不是制造，是封装，也就是把多颗晶片与记忆体组装成一个完整模组的技术。台积电叫它 CoWoS， 这道工序的产能极度吃紧，交期一度排到1年以上。辉达为了下一代的 Rubin， 几乎一口气包下了台积电2026年60%以上的先进封装产能。辉达的王座有多高，它对台积电的依赖就有多深。辉达站上了顶峰，但顶峰从来不是安全的地方。第一个隐忧来自它最大的客户。那些每年花几百亿买辉达晶片的科技巨头 Google、亚马逊、微软，心里都明白，把命脉交在一家供应商手上太危险了。于是他们开始自己设计晶片。Google 的 TPU， 各家的自研晶片，背后常常站着同一家公司博通。这些客制晶片不必什么都会，只要把自家的 AI 工作做到最省最快，就能绕开辉达的高价，而这正是我们下一集的主角。第二个隐忧是地缘政治。美国的出口管制让辉达最强的晶片无法迈进中国市场，一使禁令就让辉达在1季之内认列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第三个也是最大的问号，这场 AI 浪潮撑得住吗？今天辉达惊人的营收建立在科技巨头疯狂的资本支出上。万一某一天这些投资的回报不如预期，第一个被重新检视的就是那家把估值建立在成长永不停止这个假设上的辉达。从1993年那家 Denny's 餐厅到2026年的5兆美元，辉达走了33年。他靠的是3次没有人看好的豪赌，赌一颗画图的晶片，赌一套没人要的软体，赌一个还不存在的未来。3次都赌对了。于是他坐上了 AI 的王座，但这个王座建在台积电的晶圆上，也建在一场必须持续兑现的 AI 浪潮上。
只要任何一根支柱动摇，王座就会跟着晃。如果这支影片让你对辉达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记得按赞、订阅，把它分享给关心科技与投资的朋友。下一集我们要把镜头转向那些正在打造自己的晶片，从辉达手里抢夺 AI 王座的挑战者们。我们下次见。